大家好，这堂课我们来学习异断层与异断层系统。在断层的运动学分类中，我们已经阐述了异断层是断层上盘相对上升，下盘相对下降的断层。其形成过程，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物理模拟实验进行观察。实验中，右侧地层保持不动，左侧地层向右运动，于是，在中心部位，地层发生破裂，发育倾向向左的断层。断层的上盘向上运动，断层的下盘保持不动，或者说相对向下运动。可以看出，形成的断层是异断层。据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异断层的发育过程。实验中，右侧地层保持不动，左侧地层向右运动，就形成了一个横向上的挤压缩短。随侧向挤压应力增大，岩石发生破裂，形成断层面。然后断层上盘沿断层面向上滑动，形成异断层。由此看出，挤压作用是形成异断层的主要原因。从大地构造背景来看，汇聚型的板块边界，如碰撞造山带，这些整体处于挤压作用的区域，比较容易发育异断层。最为典型的就是我国西部环青藏高原周边造山带内发育大量的异断层。根据断层面倾角的大小，异断层可以分为：一、高角动异断层，是指断层面的倾角大于45度的异断层；二、低角动异断层，是指断层面倾角小于45度，一般为30度左右的异断层。这种断层又称为异冲断层。在没有早期破裂的情况下，异断层发育的初始产状一般较缓，大多数在45度以下。其中的力学机制，大家可以结合应力应变章节中的库伦破裂准则对其进行解释。由于异断层发育于挤压构造环境，断层两侧块体的相互作用相对较强，异断层断裂带内岩石破碎相对强烈，会形成断层角砾岩、断层泥等断层岩。此外，断层带内常常有强烈挤压形成的复杂小褶皱现象。由于断层两盘沿断层面活动过程中的强烈摩擦作用，异断层面上常常发育擦痕、挤压透镜体、接部、摩擦镜面等刺激构造。异断层是岩石圈受挤压构造应力作用的脆性变形产物。与此同时，横向上的挤压作用还会造成地层发生韧性变形，即纵弯折皱作用。因此，在挤压构造背景下，往往形成异冲断层和褶皱的构造组合。这些构造基本呈线性平行排布，形成一个构造带，称之为褶皱冲断带。在受到强烈挤压的构造位置，如前路褶皱冲断带中，往往会发育大规模的低角度异冲断层。断层上盘的异冲位移可以达到几公里到几十公里，造成断层上盘较老的地层覆盖于断层下盘较新的地层之上。这种构造称之为异冲推覆构造。异冲推覆构造上盘地层由远处推移而来，因而称为外来岩体。异冲断层下盘地层基本没有发生变动，因而被称为本地岩体。由于差异风化剥蚀作用，异冲推覆构造系统中，断层上盘某一区域遭受强烈的剥蚀，部分外来岩体被剥蚀殆尽，在一片外来岩体，也就是老地层中出入一小块本地岩体，也就是新地层，像一个窗口一样。这个构造被称为构造窗。如果异冲推覆构造系统中某一大片区域遭受强烈剥蚀，在大片出入的原地岩体上，仅在局部残留一小块外来岩体，像孤立的山峰，称之为飞来峰。在飞来峰和构造窗位置，我们可以观察到老地层覆盖于新地层之上，
形成特殊的新老地层空间叠置关系。照片展示的是一小块远古界地层覆盖于大片的白垩系地层之上，因而这是一个飞来峰。龙门山前的地质图同样也展示了类似的特征，较为孤立的石炭系、二叠系地层覆盖于大片的三叠系地层之上，这些都属于飞来峰。飞来峰和构造窗指示了大型异重推覆构造的存在，其所处位置上覆老地层，也就是外来岩体，与下覆新地层，也就是本地岩体为断层接触，两者接触面即为残存的异重断层面。这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